好，监察院这秘书长李俊毅滥用公务车，怎么没有人敢查呢？那听说呢，不只是他，也不只是这个苏立雄去看牙，也不只是林育荣去机场接送另外呢，说还有2个男性委员也在传了单，还有说至少目前被知道有5个，我跟你讲几乎都有了。29台车是干什么的？监察院一共才29个委员，就有20台车，你是什么意思？你告诉我。当然是1人1台车嘛，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立法院不该有113台车吗？那这个，所以呢，监察院说不能以个人身份搭公务车。那叶大华监委就说，既然各界有疑虑，就应该让社会来检验那问题是这如何检验应该，而且他说不应该由监察院来调查涉及，所以应该由独立机关来调查那独立检察官就应该出动了。检察官怎么到现在都没动呢？奇怪了，检察官1点小事没动了，搞半天一个那个伪造文书，那个联署就可以传多少批多少次这样传，这是怎么都登得这么清楚对不对？那李俊毅都道歉了，表示有这个事怎么都不查呢？监委也希望你们独立机关来查，怎么都不查呢？难道检察官不敢讲自己是独立机关吗？那好吧，这个黄阳明说呢，有个单位叫做监察委员纪律委员会看来纪律委员会你要自我这个纪律自我约束看来也没有那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轰了林佩祥说呢，这双标令人厌恶所以呢应该普查监察院的滥用的状况我就光从29个委员29辆车就好了嘛。那另外呢，这个李鸿钧下令6月2号开始个人不能使用了啦所以我讲说今天5月30，明天6月1，明天5月30以后6月还可以使用，大家用吧，赶快用，6月2号再说，看一下。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宣布，6月2号后停止全体员工以个人身份使用公务车。我们从下礼拜1开始就到我们退任，因公才能够集合一起去搭公务车，就这样不会有个人的车子。有没有小巴在那边小巴本来就有平常我们有一些比较多一起去巡查的行程，就会有公务车。监委默默透露，下周开始出公差，可能2人搭1台车或坐小巴士。毕竟如今除了秘书长李俊毅、监委苏立琼，再有1名监委林育荣也被爆出私用公务车接送儿女到机场，甚至他还自曝上班时间因为顺路都会先载女儿到国家图书馆。掌握证据后，也让新北市议员林国成再度前往北检告发。你应该的标准应该比任何公务人员还要高。因为你是监察委员，没有人可以监督你。如今监察院强调会尽速立案调查，那是否院内委员通通逃不掉？没有不知道那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也是看公告所以知道的不会比各位多太多这样子。那我们就是尊重嘛，这是国家的公共财就是让社会检验。非当市监委回应保守，毕竟公务车争议连环爆，恐怕也让监察院内人人自危。来，元之。监察院现在很尴尬了。他说他们涉及失误不能够调查，但是马上被打脸，因为之前曾经有另外一个监察院秘书长叫陈丰毅对，他因为反正不当销毁了一些档案，后来就被调查，所以是可以调查的。但是他们可能是不是有一些监委自己也有类似的状况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现在面对很尴尬的状态。那这个事情大家会很瞩目，是因为监察院是专门在弹劾别人的，就是他弹劾过很多人是私用公务车，就自己发生一样的状况，所以大家当然是不能接受。就是你们弹劾别人，照道理来说，你们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或标准应该是很高，就你们怎么会做一样的事情呢？这个就是大家不能接受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监察院过去在打老虎这一块，一直被人诟病嘛。譬如说，像我随便讲一个陈宗彦的案子，陈宗彦法院判无罪了，可是之前监察院也没有通过弹劾，而且那时候理由也觉得很奇怪，他说证据力不足啦，因为陈宗彦不是有讲说他出现一个赖的截图嘛，问说小鱼有空吗？但是实际上那个赖的截图那个头贴的背景的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挂在陈宗彦办公室的墙上，所以很确定那个头贴讲出来的话，小云有空吗？就是陈宗彦。可是监察院可以讲说证据不足因为不确定
那个人是不是陈宗彦啊？还有陈宗彦问小云有空吗？你怎么知道他问小云有空吗？是干嘛？对不对？陈宗彦是辩称说是别人请他问小云啊，他有时候会这样子啊，那搞不好小云有空吗？只是纯粹关心小云会不会太忙？搞不好是不是对，不要太忙。小云的妈委托陈宗彦问他女儿好不好的，这之类的，或者是有空吗？是约的下个棋什么可能，但是喝茶之类，但是实际上那时候有很多其他证据嘛。因为陈宗彦也有要求说，除了小云如果没空的话，要找艾嘉啊、艾琳啊，然后艾嘉、艾琳要条件要跟小云一样啊，然后不能有刺青啊什么之类，就是说那时候证据很多，可是最后居然可以说证据不足，不弹劾。然后比如说比如我印象最深刻，桃园市之前不是去围捕狒狒嘛，真的很不小心让那个狒狒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们的农业局还列队跟狒狒鞠躬。这个事情马上监察院觉得太可恶，怎么可以这样子？怎么可以杀死狒狒？怎么可以跟狒狒鞠躬？立刻立案调查，然后提出纠正。所以他会认为说对他会觉得很荒谬嘛，这才会，我觉得这个事情才会因此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他们真的可以查啦，这没有什么涉及失误是可以查的。院长，我看你在笑。这个监察是要打老虎的，就是老虎鼻子上苍蝇你也不敢打。以一个法政学者的我来说，我认为啊，监察院就废，但因为要修宪法不容易。现在看来，学监察委员说，因为包括绿营在那边讲说，现在就是因为有宪法，你不提名就好了嘛。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比较一下考试院修了组织法，考试委员从19个人在2012年的时候修了考试院组织法，从19个人修到7到9，他照组织法修，然后不提满，考试委员现在就只有7人而已，7到9，就从19一下降了2倍之多。那第二个就是监察组织法其实可以修了哈，不论他将来是要去对狒狒做考虑还是做羊羊啊，狒狒跟羊羊都一样，搞得沸沸扬扬。其实监察院真的是功能不彰了。我倒觉得其实之前都是把监察院当作是博台大夫、御史，是士大夫，但士大夫之无耻，视为国耻啊。也就是说，监察院你最重要的是你在整个法律上讲说，如果你自己工作，像为什么很多警察或者是公务人员他去犯罪，他罪加1/2。就你本来做的工作的，你官兵要做强盗，就官兵变强盗，要加重其中1/2。监察委员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弹劾别人、纠举别人，结果你自己犯了同样的错，那加重其刑1/2以上。没有说不能调查，除非台湾现在看到没有独立机关啊，因为台湾它没有独立嘛，所以没有独立机关。除非你要这样解释，不然没有不能调查这件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说你不论将来是要走上虚极化。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把监察彻底虚极化，就是修宪很难，但是虚极化就容易，看你要不要做而已。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功能应该让它有点彰显，就是因为有一句成语说，住在玻璃屋里面的人不要随便乱扔石子，本来是一个讽刺啦，就你是公众人物、政治人物嘛，大家都看着你乱扔石头，别人就把玻璃屋打破了，大家看你笑话。监察现在是在玻璃屋里面，每个看的就是你乱扔石头，所以我想。不论是爱狗也好，爱犬也好，看牙也好，那是个人的事情。公跟私之间本来就有个界限，他的官箴、他的行政伦理，假如这个都不彰的话，监察我觉得虽不能废，但虚总可以吧，至少让他虚极化，对老百姓的荷包有个交代，这也是个最起码能做的。苗乃金，我觉得这是难看呐，就是监委呢，对于他们自己这种行径，各方的那个说辞就是你就看到监察院到现在呢，他监委没有一个反省的态度包括这个叶大华委员说涉及事务没有办法调查，然后我看到有国民党的年轻的一些朋友已经到台北地检署去告发监察院告了第二天就被检察官传了，是张思刚然后呢，但是呢也还没有动作那我们那天有讲，其实检方就是简报就可以分案啦。因为呢，他过去就是因为使用公务车，有太多的公务员都因为背信他是判有罪的，或者是要缓刑的等等之类的。结果你今天呢，监察委员自己呢执施这种公务人员的纪律，就你自己这样做，而且大家呢就是不要轻忽像这样的事情呢，对民众的来讲呢，那个感觉有多么的深刻。这个监委呢，李俊毅这个秘书长呢，
用他的公务车去载这个年纪大的狗狗呢去美容。然后我们那一阵子不是正在讨论78岁的先生他开车然后撞到了这样路冲哈，然后撞到了这么多人死亡，然后呢在讨论说这个如果说取消或者是限制高龄驾驶的话，对于很多的老人家其实并不是很方便哈，特别是在偏乡或什么样的地区的话，那他这样子看病怎么办？你如果说地方政府呢又没有提供很好的接驳的服务的话，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剥夺他们的权利。就你看到哇，我们的监察院的秘书长。他的狗年龄很大了，可以有我们的公务车呢载他去美容，真的好狗命。我真的是就说情何以堪呐，就情何以堪。所以说这些的监委他们在使用公务车的时候呢，如此的毫无边际可以去看牙医，可以去什么？可是，一般的民众呢，现在是在会是苦于说。还是苦于说我们这个行政院呢去砍了这个地方的这个一般的这个补助经费的时候，社会福利的东西都被砍，所以你就是让民众情何以堪呐？这个包青天呢，当初出巡的时候，就如果有百姓拦轿喊冤，那么包公就会下轿询问案情，然后王朝马汉打道回府。但现在呢，找蔡英文、赖清德来陈情旁边的警察会把你打道回府了。那民主精神何在？民进党执政才几年，民主倒退上千年。当年国父设监察院是为了要打老虎，现在绿营呢改成打狗棒法，专打老百姓的质疑。所以不是穷的买不起卫生纸吗？结果宠物美容院的发票叠起来可以比6法全书还厚。所以监察院里面有3宝：狗毛、牙套、发票本。监察院里面有没有钱？原来它是取决于谁用。公务员要上厕所。没钱，狗去美容院看牙有钱，所以要么狗，要么牙。监察院又是犬又是牙，果然是鹰犬爪牙。休息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市政府的补助款被砍了，台北市政府提诉愿而且说利息一起要回来那现在呢，除了台北市以外这个双北、宜兰、花莲他们呢都连线说行政院是强盗因为这是政治报复，因为呢在立法院预算被删了，就来欺负人民、修理人民另外呢，这个蒋万安说，历年行政院从来没有删过补助款。历年立法院对于行政院的预算也都有删，有的删的比今年还多。但是呢，再怎么删，你总不能去删地方补助款嘛，再怎么穷也不能去欺负地方嘛。所以呢，地方很多的弱势补助什么呢，因此都被删掉了那卢秀燕说呢，希望中央悬崖勒马如果说地方都告你呢，就很难看了因为蒋万安已经提起诉愿了那另外呢，台南市呢这个私下讨饭本，说呢蒋万安你到底怎么诉愿呢？我们看看。台南市政府澄清说，我们不认同蒋万安去诉愿，也不会跟蒋万安去诉愿。为什么台南市不会了？何必呢？就是说，民进党现在讲的说我很公平了，但是不公平的，其实公不公平当然不公平。为什么？因为蓝营的县市长比较多嘛，那绿营那个没几个县市长嘛。那我这边统晒你的补助款，我那边可以给你钱你很多工程可以再来申请另外申请这怎么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你不要急，别的地方有巧门很多那另外呢，这个林俊宪说呢，是给蓝白补考的机会所以因为行政院呢要追加636亿的这个要追加预算来补足636亿，他追加预算可能就不止636了，搞不好这个追加了3000亿，中间呢636亿包在里面，看你要不要给他通过说呢否则你如果不给他，如果你们蓝白不补救的话，就被退选了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台南就宪策干脆用追加预算方法好了嘛，追加预算就有了所以呢，这个台南市抛追加预算解决补助款说呢，原来赖清德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情用追加预算的方式
来解决。那时候台南县是合并，那年呢他觉得钱不够，就追加预算啊。那林佩祥是说呢，你先把地方预算补足了，给人家的该补助的补助了，再来谈追加预算，否则不要拿这个来要挟不买单的。我们看一下。被删掉的地方补助款怎补回？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台南市府提议。如果行政提出一个针对636亿的追加预算，立法院能够同意，那就是一个解决的方法。这真的是拿鸡蛋来比鸡腿，更证明了行政院这根本就是绑架地方一般性的补助款，作为威胁在野党谈判的筹码。这个感觉起来有点像是绑匪在要求家属赎肉票。身兼民众党主席的立委黄国昌也痛批卓荣泰目无法纪，没下线。难道蓝白还执迷不悟，想继续阻挡吗？希望蓝白能够把握这样一次补考的机会，面对预算的问题，大家朝野能够理性的来面对，共同解除目前的困境。只是卓荣泰突然表态，会不会跟监院秘书长李俊毅有关？毕竟朝野正为钱吵翻天的同时，大喊连卫生纸都没钱买的监察院，却爆出把公务车当私家车的争议，这似乎也让政院失了底气。我看到行政院说要人民共体时间，但却看到民进党的高官用公务车载宠物美容，我想民众无法接受。而开出诉愿手枪的蒋万安是在诉愿书直言，依财政划分法，中央对地方的补助不得低于前一年度，认定就是这一点政院违法。内部人士更透露，不少县市也来索取范本，像是台南市。对此，台南市府回应，确实有跟11个县市交流，但并非外界所称是要提起诉愿。更反呛，看完北市的诉愿书内容后，论述薄弱，并无惊人之处。来，博宇，我觉得真的很荒谬啊！卓荣泰说什么？他说现在想要以追加预算636亿的方式来解决地方补助款被删掉的问题啊。但前2天绿营还有另外一个风声啊，绿营说要台北市政府或各县市啊，先举债、先借钱啊，然后明年再把钱还给我们啊。那不管是哪一个东西啊，哪一个方式，我都不接受啊！我身为台北市议员，我完全不能容忍这种乱七八糟的行为啊！什么叫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所谓欠钱的部分？那不要删不就好了？一开始不要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然后死不认错，删完之后又叫追加预算方式。然后我觉得更悲哀的是，身为地方上的民意代表、县市议员，不是只有国民党及蓝营的，还有绿营的。对于这种被删预算的情况，应该是所有的民意代表团结在一起对抗中央啊！因为删到我们地方的钱，让我们的预算，让我们建设不能够做啊。但结果是你看一下绿营那些民意代表的态度啊，通通过去是蓝白删预算，通通把锅都推给在野党，说是因为蓝白在立法院删掉预算，所以现在才被迫要删掉地方的补助款。我觉得这颠倒黑白、乱七八糟的讲法。跟各位报告，地方补助款，台北市为例，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不要说编预算，已经用了。你现在给我砍掉是什么意思啊？说砍就砍，然后钱从哪来？不知道。一句话，要么叫我们举债，要么就是用追加预算强迫蓝白继续同意执政党的做法，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大家知道地方补助款是干嘛用的？地方补助款主要是做社会福利、教育还有基础建设。所以讲难听一点或讲白一点，地方补助款就视同于地方的救命钱啊，是照顾很多弱势团体用的。结果呢，现在绿营为了政治操作，为了选举手段，说砍就砍，我觉得非常糟糕啊！台北市我们这次原本核定的地方补助款是138亿啊。结果呢，这次被删减了37.9亿啊，删减比例高达27%多啊！居然还有绿营的人说没有啦，就删除那一点点而已啦，删除了超过1/4，你跟我说删除叫一点点啦，那钱从哪里来？不知道啊！所以我真的觉得拜托一下，蒋万安市长还有其他县市首长，这一次真的硬起来啊！如果行政院不悬崖勒马，收回删除地方补助的命令的话，直接提告，因为这是态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连这种事情都要用乡院啊，或者是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我整个各位报告，绿营接下来只会继续骑在在野党头上，而且他们会越做越过分。林佳宇，这个无论中央或地方预算被删都是会影响施政。那这次中央总预算被删了2076亿，所以呢，对中央来讲，当然也是会
这个左支右绌。那对于地方的补助款依照法令是得补助，所以中央在财政的困窘之下呢，对地方的补助款就删减了636亿，而且是一视同仁的删了25%到27%。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中央也释出善意，希望用追加预算的部分把这个地方预算能够补足。我想无论中央或地方，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足够的预算来处理施政的问题。这也是这一次蓝白在立法院这个删减预算下所造成的，不管是对于中央或地方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大家朝野如果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绝对对这件事情是有帮助。那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刚刚监委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监委的权力非常的大，位高权重，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并不一定是虚位型的。过去我在当议员的时候，就把我们内湖联开案移送监察院，就监察院纠正台北市政府之后，成功帮台北市政府追回联开的100亿元。那后来呢，大家看到监委做了什么事？金华城的案子就是监委主动的去办，就办了之后，纠正台北市政府说要给金华城560的容积率，才引发后面柯文哲市府拿着监委的这个纠正案当令牌，然后要求都委会开会，然后给了金华城越来越高的容积率，这也是监委所做的事情。那我在立委任内的时候呢，曾经提案说保健食品关税30%太高，我要求要降关税。后来经济部曾经同意说降到20%以下，结果有一个监委呢，也突然把这个案子拿回来说，我觉得这个有问题，要来好好的办。当时我以为监委要帮大家争取权益，就那个监委办完之后说，保健食品关税如果降低到20%以下，会影响国内生技产业等等的这个利润等等，会造成生技产业冲击，所以不应该立刻降，应该要重新评估。所以我觉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监委如果好好做事，可以帮大家谋福利，但是如果监委的工作最后变成帮某些人在护航的时候，这个监委所做的事情真的没有人去监督，甚至会影响国家甚至人民的利益。这个我觉得政府应该好好的思考。谢谢张慧兰。好，张世刚前天到法院去告监察院了，昨天呢被北检约谈啊。那他发了4个声明，说他并没有涉及任何伪造文书，也没有涉及选罢法的案件啊。他说呢，那现在地检署他是这个各自有问题。他说没有啊，说呢他把当时呢莱猪反对莱猪进来的这个联署呢，给市党部做选民分析哦。那市党部到底要怎么运用？他说他不知道啊。为什么？因为按照个资法是，你针对这个事情，比如你对反莱猪，你这个资料你不能用作别的资料啊，这个意思哈。他说我并没有叫他们去做别的资料，只是要做选民分析，这是他的这个说明啊。那国民党说呢，民进党要没收罢免双无案啊。那什么意思啊？这个主要就是因为他那个领衔人张克进啊说不干了啊。然后躲起来啊，躲到苗栗去啊，然后呢，那你签个委托书吧，委托书也不签啊，就不见了啊。那所以呢，按照选罢法76条呢第8款吧，那必须要由当时的提议人，就4000多个提议人的1/2来提议来换掉联署人，来这个给这个被捕联署人啊。那我也不懂当时这个法怎么这样立的，那个领先人哪有那么重要呢？对不对？今天那么多人去提议。是领衔人他不干，当然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领衔人会不干，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4000多个人觉得领衔人不够好，我要换个领衔人的话，必须要1/2的提议，因为没有想到领衔人会不干嘛，领衔人怎么会不干呢？你把这么4000多个人搞来联署以后，你说你不干了，不会有这种事情嘛？所以当时根本没想到有这种事情发生，只是我对这个领衔人不满的时候，我要1/2提议换领衔人。那现在这个1/2提出来以后呢，说有700个。不合资格，那700个不合资格，其实因为他报的人已经超过他需要的人了，所以其实只有300多个人不合资格啊，只要补300多人就可以了。那现在呢，中选会说不能补啊。好，我们看这个法律哈，他说这个中选会说你们是法盲，法盲程度很深啊，因为呢这个70条是这样，罢免的提议人、领衔人、被捕领衔人，好，
这个提议人就那4000多个，领先人就张克进，被捕领先人是另外一个，与被罢免之法定权利受法律保障等等等哈。然后呢，这边怎么讲呢？他说哈，罢免提议人就那4000多个领先人死亡，因为他认为不会换嘛，除非你死了，或是1半以上的提议人要换才可以换。哦，但是如果他换了领先人，由被捕领先人递补为领先人，以1次为限。他现在说，你看你只能1次，那这个1次是说我只能申请1次呢，还是说我想要换这个领先人只有1次呢？这边其实并不清楚。哦，我立委做了那么多年，我也问过学法律人，这地方是有模糊的空间的。哦，中选会把它解释成你只能送监1次，但这很奇怪啊，你就算是罢免，包括1阶、2阶的罢免的那个联署人。如果说有死亡的、有重复的，都可以再补件嘛，那个都可以补件呢，为什么这个不可以补呢？为什么不能再送呢？是说你领先人把他罢掉，你不能老是罢，你一共没有2个领先人，一个领先，一个被捕领先，领先换了你换一个被捕领先，你再把他罢了，不行了，就1次。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不能说你只能送1次。哦，那中选会说你们法盲，我给解释就是不能再送了，送1次呢，既然有这个有几百个人不合格，就不能再送了。所以呢，被认为说是没收罢免案。那中选说你们没有把法律看懂，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哦，好吧，这个反正啊，这个你现在跟他吵也吵不过他，打官司也来不及了，你要去诉愿什么法院告他，时间马上到了。那另外呢，这个赖以任说呢，我们不会停的，会继续联署哦，也没几天了啦哈，还差个几千个，继续联署哦，因为他们的想法说，我联署够了啊，也许张克进呢会觉得说不好意思啊，人家都联署够了嘛哈。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呢就罢免还没结束，就开始推责任了，找战犯了，就说呢，之所以这个归于回流呢没有达到，还差了几百个，都是在赖以任身上，党内直指哈，我就看着我就很气，你知道，你们通通不管，就让这个赖以任跟李孝亮2个，一个在士林北投，一个在这个中正万华这边努力，那么大的压力，检察官调一次，有的被交保什么的，你们不但不去帮忙他，还这边现在就开始要找责任。万一到时候呢31比0、30比0，不是我们的中央党部责任啊，就他们问题在他身上，他没有努力啊，他这个联署不够啊，你可以这样子干吗？你要这些基层这些年轻人多失望、多灰心啊！你们是这样当大官的，你身边的人就这样出来骂人啊，放狗这样咬人啊！我看了真的很生气啊！赖以任当然，因为他没什么经验，他的确有些地方做的是疏漏，我们都知道。但是能够给你忍耐到这个地步，那个张克勤都跑了，他还刚在这里啊，还在跟你搞到最后一天啊，每天忙那个不亦乐乎，非常辛苦的。哦，所以呢，赖以任他回答很简单，这就是熟悉的国民党，现在已经在找罪魁祸首了，还没有结束，在找罪魁祸首了。哦，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不以成败论英雄嘛，他只要努力的，很努力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至少要肯定人家嘛，给人一些鼓励嘛，对不对？被检察官这个抓去的，你中央党部有帮他找律师吗？他的这个交保30万、50万，你有帮他出这个钱吗？你们干了什么事情？然后现在就开始推责任，都是他，真可恶啊！我们看一下。29日中午，台北市议员张思刚现身北检，原来他跟幽灵联署有关系。原来的时候，他只勾一张这个通知书，上面也没有写得很清楚。那我打电话去问，就说他只说协助了解案情。做到这个北检的时候，就说各自的部分，他把我列为被告。1个多小时的约谈，最后无保请回。据了解，是检方查案时发现部分造假个资疑似来自张思刚4年前发起的罢免541联署。一开始的时候，大团就来找我们，就协助了。这是协助他们，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个党籍的民意代表来说，天经地义的事情。没随着党内通批检调，而同一天在开庭的还有罢双54骑士。李孝亮，2楼高的，2楼会不会担心遭到羁押呢？你会觉得是怕迫害吗？李孝亮面对镜头很低调，曼志刚也不愿多谈。倒是陈孝干面对镜头还特别比耶，而赖以任因为还先去市调处，接近5点才抵达北检，只是要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吗？因为在罢友案宣布换领衔人失败后，传出党内剑指赖以任，认为是他过度自信，大包票归于回流能罢免，让党内错估情势。如今冲刺罢541连署份数未达标，赖以任有很大责任。熟悉的国民党。
以任简单2句话回应战犯说。安婷，你在那个选区怎么看？虽然你不是国民党了，现在当然北投士林罢免吴思瑶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啊。那目前为止，检调是打手是毋庸置疑的，包含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所谓的票选主任检察官都是办柯文哲的，甚至呢就是办理这一次台北市罢免案件的检察官都是榜上有名。所以谁还看不出来？就只要能够办蓝白就升官发财。那过去以来办绿的检察官，要么就是降级，要么就是调职。所以整个的罢免案件一开始先是赖以任的团队经到了大规模的搜索跟带走，那国民党的主委包含很多的党工到现在都还被羁押当中。接着呢又面临到了领衔人退出以及鲑鱼回流，直接被中选会驳回，然后还不允许补件，这等于中选会直接没收了这一项的罢免案件。那么现在呢，连联署的张思刚议员也被约谈。那么实际上，我们要问，这有没有符合同样的比例原则以及同样标准？中选会公告第一阶段在罢蓝的部分，有15个案件都涉及了死亡和伪造的文书，那么总共有12份的提议都涉及到了死亡，然后总共有160多份的伪造文书，我都告了，结果呢不办就是不办。不然呢，就是轻轻的办，哎呀，就是正常的，提前好几天发个通知书，请你过来做一做，然后呢就毫无下文。所以完全没有同样的标准去办这一些罢蓝的团体，怎么没有去大规模的搜索民进党的党工，或者是民进党的主委、民进党的议员呢？那如果在现况底下，我们每一个在野党议员，我们都在地方摆摊联署啊。那我跟国民党很多议员，我们也都在摆摊，我们也都在接奖，然后呢，我们也都不断的在募集联署书。那如果要抓张思刚，当然要连我一起抓。这本来就是要抓就大家都抓。那民进党这样就觉得太好了，那就把在野党所有的议员都抓一抓，把立委也都抓一抓，还搞什么劳民伤财的大罢免呢？对不对？叶元之教练赶快把他抓起来就好了。当然这开玩笑，他也没有任何的违法作为啊。所以现况底下当然是要尽全力的来罢免民进党。那在第二阶段，我们仍然是在继续的摆摊，继续的来收集联署书。那因为呢，我们总是把这些联署书都收集好了，能不能够送件，最后真的是不知道。但在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不断的努力，而且继续在地方上宣讲。告诉大家，民进党有哪一些可恶的事情，不只是吴思瑶，而是每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国会到底都投下了哪一些祸台殃民的票，以及做了哪一些对不起台湾人民的事情。相关事情呢，都可以上 TVBS 的 YouTube 来做搜寻观看。好不好？民进党呢，这个在今天下令，端午节前面之前下密令密令大家都知道了，那地方议员全面出动。要帮助这些罢免团体啊，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有13个区的2阶段的补件有一点问题啊，所以呢，他们开始呢说要这个，包括南投很多地方了啊，这个台中啊等等很多地方啊，就还差一点点啊，或是怕不够，怕中间有那个错误联署的哈，所以民进党已经下令了，我们看一下。大罢免进入3阶最后冲刺阶段，现在民进党中央在端午节前已经紧急打电话下达陆空作战指令，要求全力协助罢团。下达密令主要是2项工作指示，包括要求议员提供看板点，还有陆战宣传。除了例行的这个空战以外最重要的话，组织的运作跟处理是可能县市议员必须要帮忙跟协助。一个议员大概就是3面的帆布广告提供，然后呢10场的一个活动大概在投票前至少要办一个10场。那这10场呢，看你是要去扫街呢，去市场呢，还是要站路口呢，或者是办座谈呢，反正只要有活动的部分都可以。等到6月10号后，中选会宣告投票日正式启动作战，补足罢团相对不熟悉的组织战。党中央主要希望呢，各地的议员呢，在宣传面及组织面来提供协助，宣传3阶罢免的活动，像是举办客厅会、扫街或是提供看板点等等。议员们证实都有接到电话，党内上下动起来，反观国民党罢免绿委现阶段占据下风，罢免吴思瑶行动更换领衔人失败，将北检持续侦办幽灵连署，罢吴思琪是赖以任、李孝亮等人29号再一次被传唤，讯后无保请回，罢绿行动眼前还有不少阻碍。来，院长，这个2个政党之间有任何的博弈不是这个博弈，是那个博弈game theory。理论上，党中央要全部介入才对了。也就是说，你不能让赖以任
披马单枪冲锋陷阵，他冲锋的陷阵里面，你们袖手旁观，不要把国民党，当然这讲给大家国骂水凉菜了。但如果国民党把自己搞成太平天国，让赖以任变成石达开带兵出去了，这个党就完蛋了。就是每一个政党他自己的理念，这我们都知道啊，各有各的一个想法。但是就整个团结度来说，民进党确实胜国民党太多了。就你对照一下，就是同样是在罢免这个阶段，民进党是上下全部总动员。到目前为止，你们看民进党找战犯没有？他们就是哪个地方不够，立刻补齐。国民党不是。我刚刚看到乙任兄这个年轻，我完全不认识，我只在路上匆匆见过一次面。他说：“老师啊，小时候看你长大的。”我说：“我们年纪差不多，好不好？”乙任哈，你有差很多。你干嘛点破嘞？可是差不多。可是当赖任讲出那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点那种揪心的感觉。他说：“这就是熟悉的国民党。”你知道，其实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他的热情啊，被自己一句话打败。谁打败国民党？国民党自己打败自己啊！所以他说这是熟悉国民党的时候，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一个政党让自己的支持者，让自己很热心的年轻人感觉到说，啊，我熟悉国民党，就是他没有说出口的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请问这个党，你要怎么带领的党员继续向前冲？就大罢免一开始可能是疏忽了，但是要会唬人嘛。到目前为止，你党中央所有做法，我还是强调了，我们不再求不谋其政，但是看到年轻人这样的，因为在学校教书嘛。看到乙任这样子，撇开政党不谈，就一个年轻人热情这个样子，理论上你的党中央应该要把所有的资源灌注在身上，没有几个人站出来啊。所以我说他一个人披马单枪冲锋陷在这里面，你们如果把他救出来，我觉得这个党将来会让更多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现在年轻人本来就很少了，你认为你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从赖以任身上看到说这个党值得人在效法？国民党很讽刺的是，以前是靠这个黄华岗72烈士让年轻人起家的，为什么年轻人现在不听你们的话的？洪秀柱也讲说，叫找回党魂的，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党魂啊。我从管理学来看，党魂就是民心了。你看到民心了没有？没有听到民心，只会党中央吹冷气，民心是找不回来，党魂找不回来。国民党要复兴，要能够重新执政，恐怕越来越远。不管怎么样了哈，我觉得对于这个中正万华的李孝亮，还有北投士林的赖以任，他们这些年轻人到最后受到司法这样的威胁打压，他们还能够坚持，我给他们最大的敬意。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疾管署提醒哈，说这个新冠疫情肺炎又来了哈，要小心孩子啊，如果呼吸困难哈，要小心。那这个不管是大人小孩，有8大警讯，喘、呼吸困难是2个一样的，你喘就呼吸困难了嘛。皮肤、嘴唇、指甲发青，血的问题了哈。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连药都不能吃。过去24小时没有排尿，或是尿量减少很多，没有发烧的情况下，心跳大于100次，心跳通常70、80嘛，小的60嘛。胸痛、胸闷持续的意识不清，收缩压小于90，因为我们通常收缩压大概120、130，高血压140、150、160，还有180的，但是呢，高的小于90收缩压不是舒张压，收缩，心脏打出来那个压力小了，表示心脏没力了那今年新冠重症就有432例，儿童的个案也增加而且呢，通常儿童都会哮喘、呼吸困难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有小朋友要特别注意不要以为小孩不会小孩也会另外呢，现在因为药也没有了，快筛也没有了，所以呢，基层药师非常不满。那卫福部长道歉说会加快补货然后呢，疾管署又说呢，基层并没有缺药说呢，公费抗病毒药物库存配置充足无虞，别惊那另外呢，基层碳政府只给连锁药局一般的社区药局没有快筛，买不到快筛，连锁药局也具有，一般的个体户没有那另外呢，说快筛厂商这个获得这个生产的执照了所以呢，现在呢要赶快去加速，因为有很多是进口的，但国内他们也有制造这个快筛的这些这个产品我们看一下。抱歉，因为这个要生产铺路的一个过程，所以差了1-2天。
但是应该很快就全部都有了。网络接连传出基层诊所、药局、快筛试剂都在缺货，卫福部长邱泰源首度在镜头前道歉。回收厂商日以继夜会铺到大概60万剂哦。那下个礼拜会铺到120万剂。食药署强调，已经协调试剂厂商扩大生产，请药局具贩售许可执照的超商或药妆店通路协助铺货，但是快筛真的好难买。实际来到卫福部食药署有快筛试剂库存的药局，内湖松山地区总共3间药局，通通买不到快筛。名单上还停留在26号库存量，就有药师表示，明明到货第1天就卖完，有填表单回报，但资讯更新非常慢。目前的赶工都大概会在这一周到下一周来做一个供应，所以会有面对蛮多人扑空的情形。快筛现在还蛮普遍的，怎么会没有？新冠疫情持续升温，疾管署指出，5月底到8月初，全台累积染疫人数可能将近180万人，单周就医会超过20万人。而新北市就有药局人员在社群发文，称自家药局库存将届期，抗病毒药物被收回，但新效期药物迟迟未到货。对此，邱泰源则回应，过期药物依规定必须收回，新效期药物在28号下午就已经送到核心药局，再配发给各家药局。疾管署也特别澄清，基层诊所缺药传闻并非事实。目前存量还有40多万人份，而且有1500多个配置点，并没有缺药的状况。罗义军表示，最常使用的第一线口服药拉维上有45.8万份。另外，26号到28号新冠疫苗接种人数共计3万多人，是上周同期的1.9倍。疾管署增配12.8万剂疫苗到全国各县市，库存充足，还有300多万份。只是民众买快筛屡屡扑空，没有快点补足，难免让人心嘎嘎。好，他们说从5月底到8月初，台湾会有181万人染疫这比例非常高，要小心来源之。卫福部我其实觉得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啦，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大家就已经预估说疫情一波要来了那当然疫情来的话，该准备的东西，譬如说抗病毒药或者是快筛这些都必备的啦，所以当然动作比较慢。那它除了动作慢之外，其实它在分配上面我觉得也有问题，因为很多基层的那种社区药局的药师都跟我反映都没有快筛，那哪里买得到呢？他们优先给那个有一些连锁，比如说康士美或者什么的那些地方去，然后那个药师就在讲，他说人家会来，到底谁可以帮忙解释这些东西？比如说有人去药局买一个药，那药师就跟他说，你这可能要筛一下那也有可能是那个新冠没有快筛，然后去别的地方买。可是如果一般的人他是去比如说康士美或那地方买，他可能是跟工读生或者是跟卖场的人员买，他并不会告诉他一些就是比如说流行的一些病或者是一些病症的状况。所以当然我觉得一般人还是习惯去社区药局所以这个配货应该还是要以社区药局要让他们有这个快筛，抗病毒药也是一样。那另外像每一次我们的卫福部都说都没有缺药的问题，可是在药局就是买不到药那有的时候药局会去卫福部有一个缺药的系统平台去登录，说什么药缺了什么药，但是就只有登录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卫福部我觉得真要针对这些问题去做解决，不是每一次遇到问题对媒体的说法都是没有没事，可是大家基层遇到就是有这个问题。那我刚补充一下那个中选会我觉得就赵哥刚解释了一下换领衔人一次为限那个事情，如果问我的话，我当然是认为说不是说只能补一次件，应该是说不能一直换领衔人，换领衔人只能一次为限，怎么可能会说只能补一次送一次件，然后你没有过就不行了？当初立法者有可能会立到这么细吗？这不可能是立法的意志，绝对是说你不能一换再换嘛，哪有会规定到说补件可以补几次？而且当一个法就是有模糊地带。那个行政机关在解释的时候，应该要有利于人民嘛。可是我觉得中选会主委他每次解释法律都是有利于民进党，就像刚刚那个解释方式就有利于吴思瑶还有就是我们选罢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嘛，就是当选1年内不能罢免。我觉得所有人都会认为说1年内不能罢免的意思是，你让人家至少做1年，1年之后才能有罢免的行动，才能开始。为什么？因为人家都还没开始做，你就罢免，那选举选假的。可是中选会主委李进勇，那上次我去质询他，我就说，请问是什么意思？是说
1年之后才能送件，还是1年之后才能进行罢免活动？他居然说是1年后才能送件。那我说，如果我选完了输给我的人，隔天就开始罢免我，可不可以？他说没有说不可以。那我就问他这样选了干什么？所以他的解释都是有利于民进党的。对，其实原之的那个问题就是发生在原之身上哈，而且发生在这次呢罢蓝委的所有的事情上面，就是他们本来应该依法，他就是在满1年之后。他才能够去下载什么罢免联署书等等，但这次所有的这个罢蓝的这些团体呢，很早就行动了，很糟糕。我们还是回到这刚新冠疫情的部分，因为现在确实是在升高中，而且端午连假大家真的要小心群聚的感染，尤其是家里有这个长辈啊，或者是儿童的高风险群，真的要特别小心。那我觉得政府有之前的前车之鉴，当然也是要做好这个超前部署跟相关的应对哦，毕竟有备无患。如果说重演这个上次新冠疫情的这个憾事，我相信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说快筛不管是社区药局、联署药局都应该有才对嘛？来，博弈，我强烈建议啊，赖政府现在与其宣传大罢免，倒不如宣传疫情的防治方法，对民众更有利啊。但是退一万步来说，我觉得在野党不管是中央跟地方，的确要努力。1阶、2阶已经过了，但接下来会有3阶，甚至还有4阶可能会出现。该怎么样去遏制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在野党包括中央跟地方都要好好想一想。陈院长，端午节啊，最近流行的梗叫避重就轻啊，避开粽子，身体就会轻盈。政府吃粽子可以，但不要避重就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国民党党中央也是一样，面对问题吧，你旁边那群人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面对问题，保护你的党员吧，不要避重就轻。来，汉庭。我觉得目前民进党最夸张的是，他自己模型都推估了5月底到8月会有180万人染疫，但目前告诉大家说我们准备了多少万份的药呢？只有46万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没有告诉大家我们会继续多买，所以放心。他就告诉大家有180万人染疫，但是我们有46万份的药，绝对够用。你数学跟川普学的呀？所以民进党到目前简直荒腔走板到不行。那当然，面对这么可恶的民进党怎么办？中选会可以直接没收民主，民进党可以直接就是没收了这个人民的纳税钱，没收地方县市政府的财源。所以我觉得所有在野党的县市首长根本应该仿效美国加州的州长，直接跟